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到这里，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要感谢罗纳德·里根总统基金会及研究所邀请我今天和大家一起参加活动。当然，今年的论坛意义非凡，因为我们正在庆祝美国历史的250周年。但如此重要的里程碑，需要的不仅仅是庆祝仪式，他们要求我们有所作为。他们邀请我们不仅要反思我们国家的建立，还要反思它当前的状况。当我们今天聚焦于美国的经济未来时，他们也促使我们正视并纠正近几十年来削弱我们主权的那些决策。里根总统本人就明白，复兴始于反思。他说，让我们的共和国变得伟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回避错误。我们从错误中学习，然后我们继续前进，做得比以前更好。比以前更好，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精神，坦诚的，并对我们有能力在创造250年的美国经济领导力充满信心。事实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沉睡之中。我们把安逸误认为是强大，我们用效率取代了韧性。用消费来衡量繁荣，我们告诉自己，只要海外商品更便宜，密歇根、俄亥俄或宾夕法尼亚的工厂倒闭也无关紧要。我们以为供应链会永远顺畅运转，对手会永远负责任的行事，而那只看不见的手会纠正那些在公共生活中很少有人敢于面对的脆弱之处。当我们用这些假设来安慰自己时，风险却在我们身边不断累积。在某个阶段，我们忽视了一个基本原则，而这个原则是前几代人本来能理解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个无法自行制造、开采、运输或精炼其所需物品的国家，会逐渐将自己的实力和主权拱手让给他人。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依赖。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这更是不可接受。国家很少会在某个单一时刻突然看到其安全受到威胁，更多时候他们是通过一系列政治权宜之计的决定，逐渐陷入依赖。就我们而言，我们犯了一系列错误，有些是两党共识的，有些是意识形态。许多错误在他们的代价变得无法忽视之后，仍然被长期辩护。其中之一就是将贸易政策视为独立于国家战略之外的事物。我们说服自己可以在一个孤立的领域追求商业伙伴关系，同时在另一个领域管理安全关系，仿佛世界会尊重这些区分。但是一个国家如果依赖竞争对手提供关键投入，资助不分享我们利益的国家的崛起，并允许其生产基础被侵蚀，同时又承诺捍卫国际秩序，那么他迟早会发现，这两个孤立的领域会相互崩溃。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是，我们愿意在不应获得战略信任的地方给予了战略信任。中共加入世贸组织以及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当时被宣传给美国人民，称这些举措将使市场公平，并使其行为变得温和。然而我们却让我们的工人去与国家主导的补贴过剩产能以及扭曲贸易、破坏互惠的行径来进行竞争。我们曾以为基于规则的体系会约束这些行为，结果却发现在太多领域它反而容忍了它。而且我们以效率之名开始推崇及时生产，却忽视了以防万一的重要性。新冠疫情并没有制造我们脆弱的供应链，更多的是暴露了它们。突然之间，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发现自己在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以及我们国内不再生产的药品方面，部分依赖外国供应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在前一届政府下并没有带来改革，
今天，美国仍然进口大部分稀土矿物，而这些矿物对塑造21世纪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技术至关重要。我们在美国使用的活性药物成分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国内生产。美国的造船能力曾经帮助我们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和平时期实现繁荣，现在已经萎缩到全球产量的很小一部分。所以，当我说美国一直沉睡时，我并不是说没有人警告过我们。事实上，很多人都警告过。当他们的工厂倒闭、社区衰败时，工人们警告过我们；当供应链收窄时，军事规划者警告过我们；制造商警告我们关于受补贴的竞争对手和倾销产品；公共卫生官员警告我们关于药品依赖。警示灯在我们周围闪烁，但我们的政治阶层更喜欢旧有的舒适模式。他们认为便宜总是更好，离岸外包不可避免，产业政策不合时宜，只要代价不显眼，战略依赖就可以接受。在所有这些错误背后，是我们哲学上一个更根本的失败。在将经济简化为消费时，我们忘记了生产。我们在收银台衡量富裕，而不是在工厂门口。我们谈论国内生产总值，但对其构成谈论不足。我们珍视低成本投入，却没有首先问一个国家在失去对最重要事务的掌控时能否保持主权。一个国家不能外包其工业基础，忽视战略集中，却期望保持安全。因为制造业不仅仅是资产负债表上的产出，它还是实用能力的储备。工程师、焊工、模具制造商、物流网络、工厂经理和知道如何解决工厂车间问题的工人，都是其中的一步。当生态系统强大时，一个国家可以迅速适应；当它被掏空时，适应变得更慢，成本更高，也更不确定。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看到了这一点。当时人们争抢呼吸机、口罩和其他医疗设备。乌克兰战争再次提醒世界，高强度冲突消耗武器、弹药的速度远远超出和平时期的假设。激增产能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它必须在危机到来之前建立。一个在平静时期任由其工业基础萎缩的国家，在危险时期难以补充库存时，不应感到惊讶。在危机中拥有广泛而熟练的工业基础的国家有选择。掏空了这一基础的国家只有借口。美国绝不应该再次将自己置于这样的境地，其安全依赖于它无法控制的供应链，不再维护的工厂或未能保留的熟练工种。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的议程至关重要。理性的人们可以辩论任何具体工具的校准，但核心战略洞察无疑是正确。贸易政策、工业能力和国家安全密不可分。允许外国依赖削弱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就是允许他们定义美国的未来。因此，川普总统在他重返白宫的第一天，发布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这是一项向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其他机构发出的全面指令，要求他们停止将贸易视为技术官僚的次要考虑，而是将其视为国家战略的工具。去年4月，总统宣布了一项与外国贸易行为累积效应相关的国家紧急状态，并宣布了明确围绕国家和经济安全制定的对等关税行动。同样，人们可以辩论其设计、顺序和范围。健康的民主国家应该辩论这些问题。
但没有人应该忽视更重要的观点：长期不对等的协议、工业空心化和战略性进口依赖，不仅仅是商业问题，它们是我们国家根基上的裂缝。几周后，川普总统根据232条款签署了一项关于加工关键矿物和衍生产品的行政命令，明确将进口依赖与国家安全、国防战备、价格稳定和经济韧性风险联系起来。一些人试图将关键矿物武器化来对付我们，但本届政府正在确保他们不会成功。在海事实力方面，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恢复美国的海洋主导地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新的海事和工业能力办公室，并呼吁制定一项海事行动计划，以重建美国的造船能力。这就是将工业能力、物流韧性、劳动力发展和国家安全整合到一个战略框架中的样子。最后，在制药方面，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补充战略性活性药物成分储备。这样，当关键药物成分的获取面临风险时，美国就不会再措手不及。上个月，白宫还强调了进一步行动，对专利药品征收关税，同时指出正在进行平行的232条款调查，涉及个人防护设备、医用耗材和机器人技术。这一战略信息是明确无误的，医药供应链的韧性将不再是次要考虑。这种更广泛的导向也体现在本届政府2026年的贸易议程中，因为我们致力于确保互惠，加强国内生产，并使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与我们的核心国家利益保持一致。综合来看，这些努力反映了川普总统明确阐述的更广泛原则：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但让我直接说明这一原则不意味着什么，它不意味着从世界中退缩。相反，它意味着以更强大、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条件与世界互动。它不意味着不加区分的切断联系，它意味着区分健康的相互依赖和危险的过度依赖。它不意味着拒绝效率，它意味着当效率使我们国家暴露于风险时，拒绝盲目崇拜效率。它不意味着对盟友和对手一视同仁，它意味着通过以下方式使我们的贸易关系和安全关系重新保持一致，即在适当情况下与值得信赖的伙伴建立供应链，在必要时重建国内能力，并确保支持美国实力的经济架构能够增强美国。当然，美国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其中包括世界上最深厚的资本市场、杰出的创新者、丰富的能源潜力、顶尖的大学、无与伦比的企业家文化，以及只要竞争环境公平就能超越并击败任何人的工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愿意宣布衰落是一种选择，而复兴也可以是一种选择的政府。所以，是的，当美国沉睡时，我们的脆弱性增加了。当美国沉睡时，太多的领导人将失败的供应链视为现代生活的代价。当美国沉睡时，我们让产业政策受到侵蚀，让主街衰败。我们以稳定的名义容忍不公平，并将市场准入与战略成功混为一谈。但美国已经觉醒，我们警觉到，一个有韧性的经济是一个强大共和国的基础。我们衡量经济健康的标准不仅在于它生产了什么，还在于它提升了什么。安全的供应链与股票指数同样重要。生产能力就是力量。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必须相互契合，否则他们将各自失败。所以，
让我以里根总统的提醒来结束我的发言，即找出我们哪里出了问题，并重新找回我们对正确方向的信心。如果我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我们重建我们所忽视的，如果我们奖励生产和消费，如果我们像川普总统一直在做的那样，重视韧性与繁荣并重，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仅仅是修补我们的脆弱性，这个国家将迎来国家实力的新篇章，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主街和工业基础，更安全的供应链，更可靠的药品，更可靠的关键矿产获取，重振的海洋能力，与国家目标一致的金融体系，以及能够强化而非削弱我们安全关系的贸易伙伴关系。事实上，这个共和国的力量在于不否认旧的共识已经失败。相反，我们必须在自满滋生的地方恢复韧性，在依赖扎根的地方重建能力。最重要的是，重新找回这种能力。相信一个懂得建设、发明、生产和领导的国家，绝不会注定衰落。当美国沉睡时，我们的脆弱性增加了，但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警惕着再也无法忽视的风险，并意识到再也无法推卸的责任。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再次在美国迎来了黎明。我相信我们最好的日子还在前方。谢谢大家，我期待着与拉里进一步探讨这些主题。谢谢。